朋友们，最新出来一条大消息啊，没有时间做节目了，我就边散步边给大家聊一下吧。就是最新什么呢？美伊之间有关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协议的文本框架出来了。这是伊朗的官媒伊朗国家通讯社刚刚爆出来的，不是特朗普总统公布的，所以呢可信度还比较高。伊朗国家通讯社在当地时间12号报道讲，说这个文本框架一共有7点，这7点可以说每一点的信息量都非常大。第一点呢，就是核问题保持不变，当前的这个备忘录它不涉及核问题的相关的协议，伊朗也不会做出新的承诺，这点很关键。第二就是关于海峡，海峡的管理权不做移交，也不赋予美国角色，这第2点非常重要。那么第3点呢，就是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彻底结束战争，这是美国做出的承诺。美国要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动作。那么第4个呢，就是通过明确的机制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。第5呢，就是战争赔偿被提上了议程，这点非常重要。以什么理由赔钱呢？就美国和以色列以侵略的理由赔钱，具体怎么赔多少，在这个文本签署之后60天达成一致。那么第6点呢，就解除1级和2级制裁的细节，要留到最终的协议来讨论。那么第7呢，就是最终的这个协议的3项议题和未来的60天谈判期。那么要点就是这么以上7点怎么看？关键的问题就是美国、以色列、伊朗，大家说，如果按照这个框架来谈的话，谁赢谁输呢？这最关键的一个问题。我认为呢，很明显，伊朗是这个框架层面的最大的赢家，美国可以说打了个平手，但是这是一种止损式的平手。以色列呢，以色列是个明确的最大的输家。但是呢，大家注意啊，就这只是伊朗官方公布的一个草案的框架，还没有最终的签署。伊朗外交部也明确说尚未达成最终结论。特朗普的之前说的已获批准，这个说法也被伊朗否认了。以色列同时也讲说没有收到最终的通知。那么好，为什么我说伊朗赢了呢？因为伊朗实现了4个字的战略目的，就是以战止战。可以说伊朗这次用军事的韧性顶住了美以的联合打击，守住了自己的核心的红线，实现了以战逼和这个战略目标。具体讲呢，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看它的军事主权完胜了，它的核计划保持现状了，而且不做新的承诺了，这都是我觉得是军事主权的完胜。同时呢，海峡的管理权牢牢掌控了。虽然说是和阿曼在谈，但是有一点，美国被彻底排除在外了，这是第一，军事主权方面。那么第2就是战争定性的这种全胜。你看这次协议当中明确写了一句话，就是彻底结束所有的战线战争，而并非延长停火，而且首次把美国以色列的战争赔偿正式提上了议程。所以说就是等于间接承认了美以的这种侵略行为。那么第3就是经济上面获得了全面的松绑，按照协议，美国承诺解除制裁，而且是部分被冻结的资产签署之后立即解冻。如果说这一点实现的话，将极大缓解伊朗的经济危机。第4就是如果这次这个协议真的签了，那么伊朗的地区影响力将得到一次跃升，可以说美国被迫承认伊朗地区大国的地位。那么这是伊朗。第2就是美国。为什么我说美国是平手呢？美国是避免崩盘的一个止损的平手。你看美国实际上不管怎么说，它通过妥协避免了被拖入今天中东这场全面的战争，但是呢，它付出了前所未有的代价，而且这种代价是战略性的，目的就是为特朗普的中期选举拿到一份外交的成绩单，所以做出了重大的战略让步，同意从伊朗周边撤军，解冻伊朗的资产，承诺经济的重建和战争的赔偿。当然呢，相应的美国霸权地位肯定是受损的。
盟友的信任度是下降的。那么最后来说，以色列可以说战略目标全面落空。我认为，如果这个协议成型，将成为一个最大的输家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一，以色列的战争目标归零了。你看，以色列原本想摧毁伊朗的核设施、伊朗的导弹能力，想消灭真主党，结果呢，不仅一无所获，还要被迫协议上面要求从黎巴嫩撤军。那么第二就是它的军事威慑崩塌了，这个就不多说了，我经常视频解读节目都会讲。第三就是政治外交孤立，它不是协议的签署方，只能被动的接受美国的安排。所以说呢，未来以色列国内的强硬派肯定是，包括当前肯定是强烈不满的。那么最后就是以色列的安全环境肯定会恶化。不过呢，还是那句话，今天这场百年变局，未来充满着不确定。我认为同样有3个风险。第一个风险就是协议签署的风险。伊朗最高领袖，你看到现在还没有最终的批准。美国内部和以色列都有强大的反对声，协议呢很有可能会在最后的时刻流产。那么第二就是，你看未来的谈判设置了60天，60天的谈判它是有变数的。你比如说核计划、制裁的解除、战争赔偿，这3个议题分歧巨大，谈判随时有可能破裂。这第二。第三，以色列有破坏的风险，内塔尼亚胡肯定不会坐以待毙，很有可能单方面的在发动军事打击，试图破坏协议的执行。哎呀，这个说到这儿呢，相信把这个问题基本说清了。今天也没时间录节目了，换了一种方式，大家觉得这种方式怎么样？可以评论区给我提意见。好了，下次节目再见。